参宿4何时爆炸？2019年冬夜，猎户座尖头那颗标志性的红色亮星突然失色，参宿4的亮度在短短3个月内暴跌1/3，肉眼可见的暗淡让全球天文爱好者陷入恐慌。这颗距离地球约640光年的红超巨星是不是要爆炸了？当时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末日预警，甚至有人熬夜守在望远镜前，生怕错过这场宇宙级的烟火。如今6年过去，参宿4仍在夜空闪烁，而2025年的最新观测却揭开了它更多秘密。这颗躁动的恒星究竟何时会迎来生命终章？答案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要预判参宿4的结局，首先得读懂大质量恒星的生命剧本。在宇宙中，恒星的一生就是一场与引力的博弈，核心的核聚变产生向外的辐射压，对抗着自身向内的引力坍缩。像太阳这样的中小质量恒星，最终会温和地演化成白矮星，但质量超过太阳8倍的恒星，结局则要壮烈得多。它们会以超新星爆发的方式谢幕，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太阳一生辐射总和的数十倍，足以照亮整个星系。参宿4无疑是后者中的重量级选手。这颗位于猎户座 Alpha 位置的红超巨星，质量达到太阳的16.5至19倍，半径更是太阳的700倍。如果把它放在太阳系中心边缘，能轻松吞没火星轨道。更关键的是，它已步入恒星演化的晚年，年龄仅约1000万年的它，因质量过大，早已耗尽核心氢燃料，表面温度仅3500开尔文，比太阳低了近2000度。这种低温红化的特征，正是大质量恒星生命末期的典型表现。2019年的大变暗事件之所以引发轰动，源于人类对超新星爆发的天然敬畏。当时有观测者猜测，这可能是恒星核心坍缩的前兆，但后续研究揭开了真相。参宿4向外抛射了一团直径达数亿公里的尘埃云，就像给恒星罩上了一层纱，导致星光被遮蔽。而2025年7月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的研究，终于找到了这一现象的幕后推手。天文学家借助夏威夷双子座天文台北望远镜的 ALAPIC 高分辨率成像仪，首次直接探测到参宿4的隐藏伴星。这颗突破性发现的伴星，在光学波段比参宿4暗6个星等，质量约为太阳的1.5倍，可能是一颗尚未启动核心氢聚变的 A 型或 B 型前主序星。它距离参宿4仅为地日距离的4倍，轨道深嵌在主星的外层大气之中。其引力扰动不仅解释了参宿4长达6年的周期性亮度变化，还与400天的短周期脉动形成叠加影响，成为物质抛射的关键诱因。天文学家预测，这颗伴星可能在10000年内被参宿4的大气完全吞噬。ALAPIC 仪器采用的散斑成像技术，通过消除地球大气扰动，实现了极高分辨率观测，才让这颗隐藏伙伴终于显形。那么，这个躁动不安的红超巨星到底何时会爆炸？2021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梅里迪斯·乔伊斯团队曾给出约90万年之后的结论，这基于对恒星核燃料燃烧进程的测算。大质量恒星核心会依次点燃氢、氦、碳等燃料，其中氦聚变阶段约持续100万年。参宿4当时被判定已燃烧10万年，故剩余90万年燃料期。但2025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人员指出，目前科学界对爆炸时间仍无定论，推测范围可能在10万年到几百万年间波动。这一差异源于恒星演化模型中物质抛射速率、磁场强度等参数的不确定性。恒星核燃料的燃烧进程堪称宇宙中最精准的倒计时器。氢聚变生成氦的阶段能持续约1000万年，氦聚变生成碳的阶段约100万年，碳聚变生成更重元素的阶段仅能维持1000年。而从硅聚变到生成铁的最后一步，只有短短14天。当铁元素在核心堆积，麻烦就来了。铁的核聚变不仅不释放能量，反而会吸收能量，这意味着恒星失去了对抗引力的关键力量。此时，外层物质会以20%光速的速度向核心坍缩，撞击致密的中子核心后反弹，引发威力绝伦的超新星爆发。2025年的伴星发现让这一进程变得更难预测。
如果伴星在1万年内被吞噬，其携带的物质可能会改变参宿四核心的压力平衡，甚至加速燃料消耗。就像在燃烧的火堆中突然投入新柴，既可能让火焰更旺加速燃尽，也可能因局部扰动改变燃烧节奏。这正是当前天文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600至640光年的距离仍让不少人担忧，万一爆炸，地球会遭殃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先了解超新星爆发最危险的武器——伽马射线暴。这种宇宙中最剧烈的电磁爆发，能在几秒内释放太阳一升的能量。其定向喷流若击中地球，会摧毁臭氧层，引发连锁灾难。4.5亿年前的奥陶纪大灭绝就被推测与6000光年外的伽马射线暴有关。2022年发现的伽马射线暴 JRB221009A， 虽距离地球24亿光年，仍对地球电离层造成了可探测的扰动，足以说明其威力。但幸运的是，参宿4的自转轴与地球存在约30度的夹角，而伽马射线暴只会沿自转轴方向喷射。这意味着，即便它爆炸，致命的喷流也不会直击地球，地球只会受到微弱的星际辐射，不会有实质性威胁。研究人员在2025年的解读中进一步强调，即便爆发，地球能观测到的也只是夜空中突然出现一颗极亮的新星，亮度可能超过满月，持续数周甚至数月。这将是难得的天文奇观，而非灾难。不过，天文学研究总有意外。2016年发现的超新星 SN2016IAT 就颠覆了传统认知。这颗质量超太阳100倍的恒星爆发持续了3年之久，且爆发前短时间内抛射了大量物质，与模型预测的演化过程存在明显差异。这提醒我们，参宿4的演化或许也存在未知变数。伴星被吞噬时，是否会引发提前爆发？频繁的物质抛射是否会降低最终爆发的威力？甚至它是否可能直接坍缩成黑洞，而不产生超新星爆发？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观测。对人类而言，10万到几百万年是遥不可及的时光，但对宇宙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届时，夜空中的参宿4会突然变得比满月还亮，即便在白天也清晰可见。这样的奇观会持续数周之久，而爆炸留下的残骸可能会形成一颗中子星，甚至一个黑洞，这取决于它最终的质量损失情况。2025年的观测数据显示，参宿4每年抛射的物质相当于 0.0001 倍太阳质量。这种剧烈的质量损失可能会让其最终残骸质量低于黑洞形成的临界值约3倍太阳质量，因此更可能形成中子星。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对超新星爆发的认知仍在不断更新。从1054年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记载的克星及蟹状星云的前身，到如今借助怀柔1号极目望远镜、双子座天文台、ALPIC 仪器等尖端设备观测，我们对恒星死亡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参宿4就像一位宇宙预言家，它的每一次亮度波动，每一次物质抛射，都在为我们揭示大质量恒星演化的终极秘密。2025年伴星的发现，更是让人类对双星系统如何影响恒星晚年演化有了全新认识。当我们仰望猎户座时，看到的是参宿4 600多年前发出的光，而它最终的爆炸信号还需要10万到几百万年才能抵达地球。那时的人类文明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是否能借助星际航行技术近距离观测爆发过程？更重要的是，那颗正在被慢慢吞噬的伴星会不会成为改变这一切的变量？2025年的观测只是解开谜团的第一步，参宿4的终极命运仍藏在猎户座的迷雾中，等待未来的天文学家给出答案。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影片，请帮忙按赞热推哦。